第39課：疫情時代的信仰與科學對話。當病毒改寫世界，我們該信什麼？2020年初，一位在武漢留學的台灣女生，在返台航班上戴着2層口罩、手套、護目鏡，像防疫超人一樣縮在座位角落，生怕一個咳嗽聲就會改變命運。她不是醫學背景，卻在班機落地前已經熟讀3篇 COVID-19 病毒的早期期刊，2篇疫苗研發出報告，並背誦 WHO 的緊急應對流程。他是個理工背景出身的研究生，堅信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。但當他隔離的第10天，看着新聞裡全球封城，醫護崩潰，死亡出現一路攀升時，他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科學這麼強，為什麼世界還這麼脆弱？他第一次嘗試禱告，他不是信徒，只是對着天花板說：如果有一位神，請讓我知道你在。那天，他第一次在恐懼中感到一點平靜。疫情讓全世界都重新思考信這件事。我們信科學，但我們也開始思考，科學解決了疾病，能解答恐懼嗎？科學的極限，信仰的起點。新冠病毒席捲全球那2年，科學被推上了風口浪尖。我們看到科技的奇蹟，1年內疫苗研發上市，快篩技術在幾分鐘內揭露病毒感染， AI 模型預測疫情走向，輔助醫療決策。但同時，我們也看到科學的極限，病毒一再變異，打了疫苗還是感染，團體免疫失敗，口罩與不口罩的論戰讓人疲乏，專家意見互相矛盾，科學也開始被政治化、民粹化。我們原以為科學可以帶來安全感，但疫情讓人發現，當不確定成為日常，我們需要的不只是知識，還有盼望。這正是信仰能提供的東西。疫情高峰時，台灣某家醫院加護病房裡，一位護理師偷偷錄下了一段影片，畫面是這樣的：一名肺部嚴重受損的老先生插着呼吸器，醫師通知家屬可能要準備道別，而他的孫子在醫院外的停車場雙手合十，望着窗邊的那道燈光默默禱告：主啊，你若願意，請留住阿公的命。我知道科學已經做了全部，我現在只求你做你的事。那老先生沒在那晚走，反而在3天後奇蹟似的拔管恢復。醫生說，我們已經沒有在做什麼，身體自然反應良好，但我們不能解釋為什麼。有人說是心理作用，有人說是運氣，但也有不少醫療人員在那之後開始默默思考，是不是有些事是醫學資料裡查不到的？信仰不是反科學，而是補上科學無法回答的空白。在疫情期間，有些人說信耶穌就不会得病嗎？當然不是，信耶穌不是不会生病，而是當疾病來襲，你知道你不是孤單一人。科學教我們怎麼避免病毒，治療身體；信仰教我們面對失控時，如何不被恐懼吞沒。耶穌從沒說信他的人就不會有苦難，他自己就是在苦難中為人而死。但他說，我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馬太福音28章20節。換句話說，信仰的核心不是逃避風暴，而是在風暴中有一位同行者。有一個很有趣的神學討論，在2021年，在北美基督教圈掀起，如果耶穌活在當代，他會打疫苗嗎？有人說他不需要，他有神力，但更多人指出，耶穌在地上的日子裡，從不濫用他的神力來避免人間困難。他餓了會吃，累了會睡，悲傷時會哭，還為朋友哀痛。他曾說，
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馬太福音9章12節，這意味着耶穌認同人的身體有限，也支持理性與照顧。所以信耶穌不是不信科學，而是信科學有它的位置，但神有他的主權。疫情期間，教會變成什麼樣子？還記得2020年世界各地的教會被迫停聚嗎？牧師們改成線上直播，用潤小組、用賴群組關心會友。有些人開始質疑，這樣算信仰嗎？還算教會嗎？但疫情讓我們發現一件事，信仰從來不是建築物的存在，而是關係的連結。當人們在線上為彼此禱告，寄物資到確診者家門口，為醫護們送飯盒，這些愛的行動比一場實體聚會更能見證信仰的真實。疫情打散了信仰的形式，卻讓信仰的本質被重新挖掘出來。信仰與科學不是敵人，是對話者。當我們說從相信科學到相信耶穌，我們不是要丟掉理性，而是要承認理性不是萬能的，人的有限需要神的無限來補足。我們仍需要疫苗、科學、公共衛生、AI、大數據，但當這一切都還不能讓人內心有平安時，信仰開始發揮它的力量。你可以同時相信科學，也相信耶穌，因為創造科學規律的那一位就是神。接續，當下次災難再來，你會信誰？世界恢復正常了嗎？或許正在慢慢的，但人們心中的不確定感已經深深植入。當下次天災、疫病、戰爭再度襲來，當你發現手機沒訊號、網絡斷線、醫院客滿、系統失靈，你還有什麼可以依靠呢？那位在疫情中與人同在的耶穌，今天仍然向你發出邀請。在世上你們有苦難，但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了世界。約翰福音16章33節。疫情教會我們，科學很重要，信仰也不能少，一個是工具，一個是根基。當兩者同行，我們才能在動盪的世界裡活出真正的穩固與盼望。